魏征快要不行了。可当他得知皇帝要来看自己时，这位已然油尽灯枯的良臣还是坚持要起身迎驾，并让媳妇和儿子给他穿上朝服。因为在魏征看来，自己作为大唐的臣子，就必须要有大唐臣子的风骨。可是他现在连穿衣服的力气都几乎没有了，挣扎了半天也没有穿戴整齐。然而此时李世民带着太子李承乾已经踏入了魏征的家门。先生，陛下，臣魏征衣冠不整，无言以对。李世民看着满头白发的魏征跪在自己面前，顿时一股酸楚涌到他的心头，随即领着太子也跟着一起跪了下来。此时两人已经不再是君臣，而是一对知心的老朋友。先生，我和承乾来看您了。陛下，我不能再护佑太子了，也不能再直言陛下了。听着魏征仿佛在做临终的交代，李世民压制不住的泪水终于从眼眶中涌了出来。虽说魏征不是一个容易让李世民开心的人，但他却是李世民最值得信赖的大臣。你总是让我为难，但是朝廷现在没了你，我总觉得心里空洞。几次想来看你，又怕惊扰你。俗话说人之将死，其言也善。在生命的弥留之际，魏征哽咽地向李世民吐露心声，自己家里的屏风桌椅和被褥无一不是陛下所赐，无论样式还是花纹都是我最喜欢的。陛下如此懂得我的心思，然而我却不懂陛下的心思。从来说话都不是陛下喜欢听的，你要是懂了，你就不是魏征了。虽然魏征总是不分场合狂怼李世民，让这位大唐皇帝很没有面子，甚至有几次被怼到破防，让李世民恨不得当场砍了他。但每当事情平息后，李世民又无比庆幸有魏征这样的忠诚谏臣。也正是因为他的一次次犯言直谏，才能让李世民避免一个又一个的错误。同样，魏征也感念自己能遇到这样胸怀宽广的君王，才让他得以施展自己的抱负。正所谓恨之切则爱之深，君臣之间少了其他人的恭维奉承，留下只是真诚相待。如此相辅相成的君臣典范，注定要成就一段历史佳话。而知道自己时日不多的魏征也有几分遗憾，就是整日忙于朝堂社稷的存亡，却没能照顾好自己的儿女。但李世民其实早已做好了打算。你不有虑自己的孩子，让我替他们做点事情吧。我要把衡山公主嫁给你的儿子。和皇家结亲是李世民给予魏家的无上荣耀，魏征很是感恩李世民为自己做的一切，但此刻他也只能深深一拜来表达自己的谢意。等拜别魏征后，李世民第一时间回到了太极宫，在那张贴着奏书的屏风找到了魏征的奏书。这份十思书是6年前魏征上奏给他的，内容是帮助李世民如何成为一个好皇帝。过一段时间我就拿出来看看，可是他没有告诉我的儿子们互相残杀该怎么办，他也没有告诉我魏征走了，我该怎么办？都说日有所思，夜有所梦，在太极殿打盹的李世民突然梦到了魏征上朝的画面，可他却没有像以往那般侃侃而谈，只是默默地向李世民躬身后便转身就离开了朝堂。不管李世民如何挽留，这位良臣也都无济于事，最终还是慢慢消失在了光影里。李世民也因此从梦中惊醒过来，听到外面传来一阵阵鼓声后，他淡淡地询问了一句：“是魏征吗？”“回陛下，是魏征。”公元643年贞观17年正月17日，一代名相魏征因病离世，享年64岁。悲伤的李世民为此罢朝5天，同时下诏以朝廷一品官员的礼遇厚葬。不仅如此，9品以上的官员还都需要前来奔丧。然而魏征妻子却告诉礼部尚书，魏征在世前生活节俭朴素，而这如此奢华的葬礼并非是他的遗愿。朝廷的礼仪就是这样的，郑国公值得这样的礼遇呀。李父不敢违背先夫志愿，还是以步车承载灵柩吧。起灵的时辰到了，妻子裴氏在儿子的搀扶下走出了魏家，一人一车载着魏征的灵柩离开了长安城。在唐初那个能人辈出的年代，他算不上能力最强，也不是人缘最好的，但是整个贞观王朝如果没有他，肯定就少了几分灿烂。因为就是他的直言劝谏，才成就了千古一帝的李世民。望着魏征灵柩的远去，李世民遥遥一拜以表敬意，算是送这位亦师亦友的臣子最后一程，同时也留下一句千古名言：明朝铜镜可以调整衣冠，以古为镜可以知道朝代兴替，以人为镜可以明确得与失。朕经常用这3种镜子提醒自己，魏征走了，这就少了一面镜子。魏征去世后，李世民派人在魏征的家里发现了一份没有写完的奏章草稿，里面每一句都是魏征对于如何治理国家、如何用人、如何做一个良臣，句句都说在了李世民心坎上。
所以李世民下令让褚遂良把魏征的话刻在护板上，来让朝臣们学习铭记。不仅如此，李世民还下令把魏征葬在自己的墓地旁，并要亲自为他撰写碑文，以表达对这位良臣的尊重。魏征就葬在这墓旁吧，这样给他立一块碑，碑上有碑文。好，我马上就去办。不，朕亲自来写。第二天，就在李世民正撰写碑文时，准备赴洛州上任的张亮前来辞行，并告诉李世民一个不好的消息，那就是侯君集要拉拢自己一起造反。